张公巷窑为河南省汝州市老城区中大街的中段。从元代以来呢，这里就是居民区。张公巷呢是为了纪念明代万历年间汝州籍的官员张维新而得名，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呢，名不见经传。直到2000年，一位名叫高忠强的居民翻修房子挖地基的时候呢，发现了很多类似汝窑的瓷片，从此揭开了他的面纱，张公巷也就因此引起了世人的关注。我们先定一下位置，张公巷窑呢，大概位于洛阳市到平顶山之间的中间地段，比较靠近平顶山一点。在这条线上呢，我们已经讲过大营镇清凉寺的汝窑，另外在附近的地区呢，还有鲁山窑、沿河店窑、钧窑等等，我们呢以后会陆续讲到。张公巷窑可以说一出世便吸引了古瓷史学家、学者、古董商等各路人马的眼球，因为呢，在2000年的初步发掘以后，出土了类似汝窑的瓷片。主持发掘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研究员呢，郭木森就宣布，张公巷窑很可能就是大家寻觅已久的北宋官窑。他的这个说法呢，立刻就搅动了整个中国的文博界，因为北宋官窑长期以来就是一个解不开的谜。我们上期也刚刚讨论过北宋官窑和清凉寺汝窑的关系，南宋的顾文健等人呢，也清清楚楚地讲过宣政间京师自制窑烧造，名曰官窑。因此呢，多少年以来，大家就一直寻寻觅觅，但就是不见官窑踪迹。虽然呢，权威的说法，比如说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的《中国陶瓷史》上就讲，因为北宋官窑呢，也叫汴京官窑，被深埋地下达6米，很难找到。但问题是，传世品当中能够确定很多汝窑器物，唯独北宋官窑确定不了，难免令人生疑。道理很简单，窑址被深埋找不到，但器物不应该啊。官窑器物历来很珍贵，是不会入土的，如果存在过，就会雁过留声。逻辑上看呢，一定会有传世品。因此，要么是世人眼拙分不出器物，要么就是世人脑拙混淆了窑口。因此，当郭木森站出来说张公巷窑可能就是北宋官窑的时候，自然就一时激起千层浪，引起各方关注。那么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就是张公巷窑有没有可能就是北宋的官窑？这个问题呢，我们从一件在海外赫赫有名的青瓷碗说起。威廉·克莱弗雷亚历山大呢，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英国慈善家、艺术品的赞助人、大收藏家和鉴赏家。此人在他那个时代的英国收藏界呢，知名度极高，受世人尊敬。除了他的慈善事业造福一方之外呢，主要是因为他收藏的西方绘画作品以及亚洲艺术品的品位极高，藏品极精。今天英国的很多博物馆、美术馆里面时不时就会看到他的藏品。1910年有过一个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古代艺术品看法，整体性的提高他们的审美品位的展览，就是柏林顿美术俱乐部举办的中国早期陶瓷展览。这次展览，亚历山大一个人呢，就拿出了61件作品。我们都知道大卫德爵士，今天这样家喻户晓的人物，曾经的最顶级的中国古陶瓷的收藏家，当年呢，也都曾经是从亚历山大那里购买藏品的。即便如此呢，这个仁兄今天最被人津津乐道的，不是别的什么藏品，而是一件破碗，当然呢，是带引号的破碗，就是那件在西方的中国艺术品收藏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亚历山大碗。这个碗原来被摔得稀碎，我曾经对着高清图片的仔细数过，也没有数清楚到底碎成了多少片。后来经过精心的一个修补，保持了它的完整性。碗是斗笠形，魁口，整体做6瓣花形，碗内外带棱弧壁，
圈足平切的非常整齐。露胎处呢，可以看到胎体洁白细腻，致密度明显比汝窑的要高。如果拿宋代器物比较呢，也只有定窑可以与之媲美。器壁上显6条竖线凸棱，内外呼应，全身带有不规则的浅白开片纹，局部呢近似冰裂纹。釉色是一种非常漂亮的灰天青带绿的复合色调，近似传世汝窑，但又有所不同。烧造工艺不是汝窑常见的裹足直烧留下浅白色的支钉痕。亚历山大碗属于电烧，圈足露胎，无支钉痕。我没有上过手，不知道手感如何，但据大英博物馆的著名中国古陶瓷学者康蕊君讲，蜘蛛碗的手感呢非常平滑，触之舒适，开片如冰裂。从时代风格上可以清楚看出，蜘蛛碗具有典型的宋代风格。同样的造型呢，另一件著名的器物就是收藏在日本的龙泉窑马黄半碗，而且这种造型呢也被后世继承和不断的重复，比如宣德时期著名的青花花卉纹葵口斗笠碗等。亚历山大的生前一直拥有此件藏品。1916年去世以后呢，他的女儿 Jane 和 Rachel 从他那里继承了这个碗，并于1920年将其赠送给了大英博物馆。至于送不要紧，在接下来的整个20世纪的多半时光里面，这只碗一直困扰了整个海外的中国古陶瓷学界。大家呢都知道这只碗绝非凡俗，路分很高，但在缺乏相应考古和传世资料的情况下，同时也缺乏今天这样的科技手段来检测，谁也摸不透它到底什么来历，只能凭借眼睛的观察做出自己的判断。比如说英国的著名学者 Hobson 霍伯逊就是一例，他认真研究过此件器物之后，在1915年自己的书中这样写道：我能想到和这件器物最接近的就是汝窑和钧窑。然后过了40多年以后的1950年代，英国的另一位学者 Gottfried Gompertz 他的见解讲到了重点。高弗雷呢把亚历山大碗和当时收藏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另一件南宋官窑碗进行对比之后，写文章认为亚历山大碗显然是北方血统，但和南宋官窑的气质很接近。他并且引用中国18世纪陶书中讲到的南宋官窑是承袭北方官窑的说法，认为这只罕见的亚历山大碗呢，如果以后被证明是一件北方官窑作品，那一点也不奇怪。他当时不知道的是呢，这个证据出现至少要等半个世纪。据康蕊君讲，因为亚历山大碗不是完整器，而是由若干个碎片拼起来的，因此就有可能重新分离，以便进行科技检测。这工作由当时大英博物馆科技检测部门的Ian Freestone负责完成，对碗的底部进行显微扫描和 X 光的分析，以确定胎体的组成成分。结果报告出来以后呢，证明亚历山大碗的胎体成分属于中国的北方窑口，而不是南方的青瓷或者高丽的瓷器。该碗与汝窑有着相似的外观，但胎体成分明显不同，因此报告认为不能证明这件亚历山大碗就是汝窑产品，但在工艺上同汝窑有着密切的关系。结论认为呢，该碗是十分典型的北宋时期北方瓷窑烧造的产品。亚历山大碗很有可能是掩埋在开封地下的北宋汴京官窑的器物。从此以后，对于亚历山大碗的这个结论成了大家的共识，亚历山大碗也因此成为海外唯一一只得到专业机构确认的北方汴京官窑的藏品。国内与之相似的藏品只有工艺特征非常类似的4块瓷片，收藏在上海博物馆，曾在1992年的上海博物馆展览过。除了颜色比亚历山大碗更加亮丽之外，其他的方面呢，的确特征非常的类似。
据传呢是在2005年，张公象窑被发现后的第5年，曾主持过河南宝丰清凉寺汝窑和汝州张公象2个重要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对汝窑和张公象窑出土器物十分熟悉的孙新民应邀呢到大英博物馆访问。工作人员呢特意把亚历山大碗拿到办公室，请他来鉴定。他上手一看，直接断定这只碗不是出自清凉寺汝窑。从其薄胎薄釉的特征、洁白细腻的胎体、平切电烧的底足工艺以及釉色上判断，认为它是张公象窑生产的。我呢没有考证这个传说的真实可靠性，但大英博物馆的官方网站上的确已经把亚历山大碗的窑口说明改为了张公象，断代为宋代。在亚历山大碗属于张公象窑这个结论上呢，我完全可以接受。问题在于断代为宋代是否合适，这是要讨论的重点。我们先来看看窑址发掘的概况。2000年发现了张公象窑之后呢，其后陆续开始发掘，出土了厚薄均匀、制作精细的瓷片。它的卷足制烧工艺呢，明显是在清凉寺汝窑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当时呢，还对出土釉料进行了试烧，结果成色呢和发掘出土的瓷片一致，并且发现张公象窑的烧制温度为1250度到1300度，比清凉寺汝窑的烧成温度1150度呢高出许多。在这些有限的发掘成果的基础上呢，2004年的5月21日，在郑州召开了一次关于张公象窑考古发现的专家研究会，进行了一场专家论证。发言的有17位专家，其中有10位专家肯定地认为张公象窑就是北宋官窑，另有5位专家认为呢需要进一步发掘印证，2位专家认为不一定是北宋官窑。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呢，耿宝山先生就认为张公象窑具有唐宋窑的特征，年代应该是北宋的。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李之彦他认为呢，张公象出土文物的艺术风格和品味呢，只有在北宋这样的时代才能生产出来，不可能是金代的东西。即便不是北宋官窑，它也是河南地区艺术品位较高的窑。日本大阪国立东洋陶瓷美术馆馆长伊藤裕太郎认为呢，张公象窑作为官窑，它能代表皇帝的审美品味。如果说是官窑，只有北宋才有，不可能是金代官窑。金代皇帝没有这个品味，张公象窑是北宋官窑，这个结论是非常肯定的。持反对意见最具代表的就是北京大学的秦大树，他当时讲话很有意思，但体现了一位学者应有的严谨学术精神和对学术的坚持态度。他说，尽管呢我站出来反对张公象窑是北宋官窑感到很孤独，根据有关文献考证，我还是要坚持它是金元时期的窑址。秦大树指出呢，张公象窑址早期地层出土的青瓷与早期以后的地层呢出土的青瓷造型是相同的，因此实际上张公象窑早期地层的年代定为北宋末年的依据是非常薄弱的。他认为生产张公象精美青瓷器的生产时代呢应该是金代后期，它是一座生产礼制性器物的官窑。秦大树实际上是抓住了问题的重点。考古发掘中呢，对于地层的判断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张公象窑的地层关系呢极其复杂，不同地层之间的打破随处可见，这就需要对它的地层年代的判断呢小心谨慎。打破关系呢必须梳理清楚。比如在1996年发现杭州老虎洞修内司官窑遗址的时候呢，曾经出土了一件刻有修内司窑铭文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当箍，曾经引起很多人的怀疑，因为它出现在元代的地层，如果不能证明地层侵扰的话，那么有效的证据也会失去作用。秦大树的意见在当时虽然只占少数，但还是非常有分量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呢，相关各方就开始针对张公象窑的年代问题进行攻坚，以期通过更多的发现解决问题。
到了2006年的5月，张公象窑就被中国的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再到了2012年的8月到11月，对张公象窑进行了第4次考古发掘。可惜呢，依然没有发现张公象窑的标准地层。好在地层叠压关系很清楚，对地层出土的少量张公象产品，包括了一些典型类似汝窑特征的精美瓷器，共有30余件。推断出呢，标本的时代呢不会早于北宋末期。再到了2015年的12月，张公象窑呢，它就获得了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总体的规划立项。2016年7月呢，汝州市政府拨了2亿元对200户居民进行拆迁，划定了一个更大的范围进行发掘。最近的一次发掘是在2017年的7月下旬开始，考古的领队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赵文军，联合考古队呢，队长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秦大树教授。主要的任务就是确定张公象窑的生产年代，探讨这个窑厂在不同时期的生产性质。已经出土了大量张公象窑生产的精美瓷片、可复原的瓷器和窑具等等。可以看出呢，发掘范围是非常有限的，许多关键的证据，比如核心烧造区尚未发现，烧造瓷器的高温窑炉呢也暂时没有找到等等。但是我认为呢，从现有发掘出土的实物资料，包括窑具和器物样品等所反映的工艺水平和器物特征，外加和清凉寺汝窑的对比，还有参考科技检测的结果以及相应历史背景的考核，应该可以对张公象窑的年代做个基本的判断。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张公象窑或许是北宋官窑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首先呢，自2000年以来的多次张公象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呢，没有发现张公象窑有烧制民窑瓷器的迹象。这一点呢，和清凉寺的汝窑不同。清凉寺除了在中心区的第4区以外，整体上清凉寺汝窑呢，是从开始烧造普通民窑实用器物，再到烧造高等级的官窑细瓷的整个过程都有。而张公象窑似乎是横空出世，而且采用的是更加先进的工艺技术，制造的是更加精美的高温瓷器。这种现象告诉我们，它不可能是一种民间的小规模、低投入、散兵游勇式的行为，一定是由官方主导，集合精工良匠，管理严密的集体协作。因此呢，可以判定张公象窑的性质呢，属于官方定点烧制的皇家官窑。至于它是不是宋徽宗时期京师自制窑烧造的地点，我们后面再说。另外的一个能够体现出张公窑绝非普通民窑的地方，就是匣钵。我们知道，官窑器物之所以制作精良、质量上乘，就是它所有的工艺环节呢不惜工本、精益求精。官窑的匣钵呢也是如此，这个在张公象窑的匣钵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它的匣钵有浅腹漏斗状、深腹漏斗状、浅腹筒状和深腹筒状4种，普遍都制作精良规整。每件匣钵的底部和边沿呢都涂有耐火泥，旨在防止匣钵粘连。大部分匣钵口沿的内外涂釉，使匣钵的接口处呢更密闭，使瓷器在烧制的过程当中呢更好的还原。使用瓷制匣钵也唯有皇家在不惜工本的情况下可以为之。制瓷史上使用过瓷制匣钵的只有浙江余姚的秘色瓷，或者叫碧色瓷。清凉寺汝窑都未曾发现过。汝州四周有很多民用的临汝窑，其匣钵一般都很粗糙，品种单一，基本上都是装碗用的漏斗式匣钵，与张公象出土的匣钵相比呢，明显不在同一个级别上。这个事实进一步说明了张公象身份的特殊，背景的深厚。还有在制烧工艺方面呢，张公象窑的带圈足器物呢，以直圈足为主，使用电饼和电圈，果足的比较少。碗盘类器物一般用电烧，正如我们在亚历山大碗上看到的底足工艺就是如此。少部分呢采用果足支烧。4枚支钉是张公象窑的主要支烧工艺之一，也有3枚和5枚。
6枚的比较少见。从直钉痕上来说，张公象窑为小米粒直钉，比清凉寺汝窑规整，颜色呢也比较白，形状呢也比较圆。我们知道清凉寺汝窑，它的直钉颜色比较灰，形状扁长，外观呢没有张公象窑的规整。裹足之烧都会留下直钉痕，这原本是一个缺陷。因此呢，随着工艺的成熟，窑工们是要努力尽可能的减少缺陷。和汝窑相比，张公象窑的直钉痕显示出来的是对汝窑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这种现象的逻辑似乎是在说明张公象窑在时间段上比汝窑要靠后。再者呢，张公象窑出土的大量青瓷片的重要特征是薄胎薄釉，湿釉均匀，釉面呢玻璃质感比较强，以素面为主，常有细碎的开片，颜色整体感觉要比清凉寺汝窑浅淡。如果细分的话，则有暖青、淡青、灰青、青绿等，也有淡天青色，但非常少。胎体普遍都很细腻，我们在上海收藏的4片瓷片上以及亚历山大碗上看得清清楚楚。但胎色呢比汝窑要复杂，常见的有灰白胎、粉白胎、洁白胎和少量的浅灰色。出土实物所显示出来的器物工艺制作水平很高，远在普通民窑之上，这也再说明张公象窑和民用无关。从发掘的器型情况来说呢，张公象窑有花口折腹圈足盘、花口板沿平底盘、盘口西进瓶、额颈鼓腹瓶、展托、堆塑的香薰、套盒和器盖等少见的品种。宝丰清凉寺所有的器型在张公象窑都有，而清凉寺没有的张公象窑也有。比如说张公象窑有2种花口盘和4方平底盘，都是汝窑没有的。另外呢，在杭州老虎洞南宋官窑窑址中呢，也发现了与张公象窑一样的器型。这个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张公象窑窑址应该是一处官窑窑址。最后呢，从烧制的温度来说，张公象窑它的温度为1250度到1300度，这个呢比清凉寺汝窑最高只有1150度左右呢高出很多。张公象窑的烧造水平可见一斑，对其燃料要求也极高，不是只用木材或者只用煤来烧就可以做到的。遗址中发现了深度2米多的木炭坑及煤半炭的混合物，说明张公象窑呢是通过技术革新来实现温度提高的。所有这些透露出来的情况都说明它是在官方主导之下不惜工本而为之的行为。通过以上比较呢，应该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张公象窑的官窑属性，但是否可以据此推断出张公象窑就是郭文介《复选杂录》中提到的宣政间京师自制窑烧造名曰官窑所指的北宋官窑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需要解决一个关键点，就是怎么样来证明张公象窑究竟是什么年代的窑口。研究历史呢，传统上有2个办法，一个是查历史的文献，另一个就是研究传世和出土文物。我们今天呢，算是比古人幸运，有第3种办法，那就是科技手段，而且我已经找到了多个科技检测结果可供参考。下面呢，我们选取其中之一来说明。文物杂志呢，2018年的第2期刊登了由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丁银忠、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孙先明先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陈铁梅教授的论文，从陶瓷科技的角度探讨张公象窑的时代，介绍了他们运用 X 射线荧光能谱仪分析判断张公象窑时代问题的结果。我们来看一看。目前关于张公象窑的时代问题争论主要集中在张公象窑最早地层第6层以及压在第5层下面的 H101 一座灰坑的时代判定上。他们选择了一个新的途径，就是张公象窑最早地层第6层和 H101 出土的瓷片与清凉寺汝窑
汝官窑和杭州老虎洞产品进行比较考察，所用样品为宝丰清凉寺汝窑标本30件，张公象窑 H101 的青瓷标本10件，以及老虎洞南宋官窑24个瓷片坑的青瓷标本80件。采用的是故宫博物院古陶瓷检测研究实验室的 X 射线荧光能谱仪，对上述的标本的釉层元素组成进行了测试。测试的方法条件与此前对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宋代官窑瓷器的无损分析相同，我们不再赘述整个科技测试的过程。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联络我索取论文的副本。我现在呢，只谈结果。测试的结论如下：通过对比研究张公象、清凉寺汝窑和老虎洞这3个窑口青瓷标本的釉料配方工艺，可知张公象窑 H101 出土青瓷的釉料配方与汝窑相差较远，而与老虎洞南宋官窑晚期青瓷较为类似。由此推断，张公象窑 H101 的时代和老虎洞南宋官窑晚期青瓷标本的生产时代比较接近，大致呢相当于金代的中晚期。顺便提一下，在发掘张公象窑址的地层中，曾经出土过许多古钱币，其中呢有2枚金代海陵王时期的正龙元宝等其他相关证据。金代海陵王呢，就是金朝第4代皇帝完颜亮。完颜亮呢，与金熙宗黄统9年弑金熙宗而篡位，死后呢被贬为庶人，史称海陵阳王。注意呢，如果帝王的谥号里面带个阳字的话，一般都是有略记的，比如说隋炀帝等。完颜亮在位的时间是1150年到1161年，这个时间段呢和以上科技检测报告张公象的时间呢基本吻合，进一步增加了上面科技检测报告的可信度。张公象窑为金代窑口的可能性呢进一步提高。但我不想到此为止，还想多做一点探索，因为学界呢有一种说法，说张公象出土文物只有在北宋这样的时代才能够生产出来，不可能是在兵荒马乱的金代有能力生产的。这种说法呢站得住脚吗？金朝作为女真族所建立的新兴征服王朝呢，立国之后就积极吸收了辽朝与宋朝的制度，逐渐由落后的部落2元政治呢走向单一的汉法制度，就效法汉族的制度，使金朝的政治机制得以精简而强大，先后打败许多强国。经济方面呢，大多继承自宋朝，这里面也包括了继承了宋代的瓷窑业。事实上呢，查阅史料可知，金代有2大行业非常兴盛，一个是炼铁业，一个就是陶瓷业。其陶瓷制品呢是对外贸易的重要产品，金代对外贸易的榷场曾经掌控整个西夏的经济命脉。陶瓷业虽然在金代立国之初由于战乱有所停滞，但因为有辽朝、宋朝的基础，恢复发展的也很快。金熙宗的时候呢，原来北方民窑如陕西的耀州窑、河南的钧窑、河北定州窑与磁州窑都陆续恢复生产。在临汝呢，更是有很多新兴的窑址出现，其工艺呢各具特色，这其中会不会就有张公象窑呢？据和某些学者私下里聊天，他们提到呢，有学者请人使用热释光测年法对出自宝丰清凉寺的汝窑和张公象窑的瓷片标本进行测试，结果表明前者的年代比后者早30年。我算了一下，如果从宋徽宗宣和元年1111年算起呢，加上30年，正好就是金熙宗的时期。当然了，这个传说我认为不一定可靠，因此不予采信。但就以上的事实来看呢，所谓张公象窑出的文物只有在北宋这样的时代才能够生产出来，不可能是兵荒马乱的金代有能力生产的这种说法呢，是值得商榷的。从我们以上的分析研究，基本上可以得出结论：张公象窑确实是官窑，但不是北宋官窑，而是金代官窑。
讲到这里呢，再回头看一下亚历山大碗。前面我们提出的问题，它是北宋官窑吗？似乎很容易回答了，但我只想暂时给出答案。亚历山大碗的确是官窑，但不是北宋官窑，而是金代金熙宗恢复瓷业烧造以后的产品，时间大概在金代中期以后。我之所以说暂时给出答案，是因为这个结论呢，绝对不会是尘埃落定。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新的证据还会出现，我们的结论可能被证明是正确的，但也可能会被证伪。